Hello, everybody, Skype yo。上一期呢，我們盤點了我們2025年進去電影院裡面看了多少部電影。今天呢，我們就來盤一下2025年我們在家裡看了多少部電影。那有一些電影呢，我真的是忍住才看完的。OK， 那麼有一些電影呢，覺得非常不錯，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會來分享。OK， 同樣我會分享我自己的評分和我的簡單看法。滿分5分，如果私信寫來的話會加0.5分。那麼因為這個片單有點長 ，OK， 總共有24部，我們在一個影片裡面呢可能講不完，所以我們就分成上下2集。今天呢，我們就先介紹這個4分以下的電影們，然後下一期呢，我們就會介紹4分以上的電影。不想錯過的朋友們呢，可以先點一下訂閱 ，OK？ 好，那麼我們照舊從最低分的開始盤。那麼因為我們是自己在家裡看這個電影 ，OK？ 所以我自己心中1分程度的電影呢，可能我不會去打開來看。那麼如果不小心打開來看了之後呢，可能我也是會把它看完。所以我們今天這個片單裡面呢，沒有這個1分的電影。好消息，所以我們今天最低分的電影是2分，然後這個2分的電影呢，只有1部，到底是哪一部呢？是哪一部呢？沒想到吧，是我們的《Avatar 2》。OK， 關於我們的這個《Avatar 2》，也就是我們的《阿凡達水之道》呢，我真的是覺得 disappointed，very disappointed。我是覺得這個阿瓦達它本身最有趣的地方是它架起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個外星的世界，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外星的世界，然後跟地球文明、跟人類，然後出現一個新的物種，就是這樣的一個設定，展開了一個非常大的空間，讓我們可以去有很多的這個討論跟思考的部分，所以它其實可以做的東西非常的多。但是這個阿瓦達2架了一個這麼大的世界，然後它在這個世界裡面演了一個8點檔的家庭倫理狗血劇，我就覺得 Oh my God， 浪費我的時間。就這麼新奇宏大的一個這個世界，你能做的就是讓主角生多幾個孩子，然後在那邊各種人之間把孩子搶來搶去。Oh my God， 那個劇情真的是很無聊哦。我覺得如果他要演這出戲的話，完全可以不要上外星，你在這個地球就可以演，你為什麼要跑到外星上去演這樣的一個故事 ？Like why？ 怎麼我本來就有一點臉盲，然後他還加了很多個孩子，還有幾個孩子？5個 ，I don't know，like。我臉盲，除了那個人類，我花了很長時間在認那個外星人的臉，我人類的臉我都已經認不太出來，你還要我去認外星人的臉 ？Oh my God，it's so hard！ 就結合這麼一大堆，就是讓我很無語的地方。那個特效這麼的好看啊，也是很難挽救，你知道嗎？這個真的是我今年自己在家裡看的最糟糕的一部電影，我甚至需要分3次看完，就是我一次只能看1個小時，還無法平息我的怒氣。所以這個2分呢，基本上呢完全就是送給我們的這個後製人員 ，OK， 你們真的是辛苦了 ，OK。我一想象到如果是我要做這個後期，讓他跟我演一個這樣的故事，我真的會很生氣，你知道嗎？感謝這個阿瓦達的這個後製人員，你們真是辛苦，我希望你們真的有賺到錢 ，OK。好，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的3分的電影，然後我們的3分電影呢有3部，然後這3部呢可以一起講 ，OK， 因為他們全部都是我們這個名偵探柯南系列的劇場版電影。So 一部呢是我們2024年出的這個100萬美元的五稜星，一部呢是我們這個2024年的黑鐵的魚影，還有一部呢是我們2010年的這個天空的遇難船。然後這3部呢，我的這個3分裡面呢都有0.5分的是我自己加上去，因為我自己喜歡柯南。然後在這3部電影裡面呢，這個100萬美元的五稜星是我今年第1次看，然後黑鐵的魚影跟這個天空的遇難船呢，我屬於是重溫啊，就是之前我已經看過了，我只是重新溫習複習觀看。所以他們整體而言，我覺得可能是屬於2.5星啊，因為通常對於這種我有自己看他們動畫的，比如說上一集我們有講到這個鬼滅之刃，就是可能我自己會有一些濾鏡，或者是我比較不好判斷的一些地方。但是我覺得這3部電影整體而言，它的故事還是相對完整，然後各有各自的一些看點啊，比如說這個100萬美元五稜星，有點像來北海道函館的一個旅遊宣傳片來。如果有一天我要去北海道，那我要去函館，那我不知道去哪裡玩，我可能可以看這個電影來找到一些玩樂的地方。然後這個黑鐵的魚影是因為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柯南跟灰原的CP，他們在這個電影裡面還有比較多的互動，因為我很開心然後這個天空的遇難船呢，也是就是這個柯南跟這個怪盜基德的互動很多啊，我也是蠻開心。然後他們這個整個故事啊、查案啊這些故事發展的過程，其實整體而言還算是精彩的，它的可看性還是蠻高的。只是可能有一個點我不是很確認，就是這些電影如果它脫離了我們對於柯南的整個龐大複雜世界的基本理解的話，就是一個純路人去看這個電影呢，它的這個欣賞價值到底有
多高，因為確實我覺得有一些柯南劇場版它確實有做到，就是說就算把它單拎出來作為一個單一的作品，我覺得它的觀賞價值也是非常高的，但是不是這3部咯。OK， 好，現在我們進3.5分的電影，我們這個3.5分的電影呢，總共有4部，然後我們的第一部呢是我們的新海誠的秒速5厘米，這個秒速5厘米呢，它是新海誠早期的一個作品，它的時長只有1個小時左右的時間，算是蠻短的。然後呢，它的作畫非常的漂亮，基本上就是在看的时候，好像感覺隨便你 screenshot 一下，你都可以當 wallpaper 的那種程度，一整個就是那種治癒風。然後它是那種3幕劇，然後這就是可能一個小故事大概是20多分鐘左右，然後加起來就差不多1個小時這樣子。然後這3幕呢有一點聯繫，但是你完全分開看好像也可以的那一種。但是我個人會覺得這個故事它留白的部分有點太多，很多東西我也不是很確定還有沒有表達清楚了，就有點像上一集我講的那個哈爾的移動城堡一樣，就是大體而言我是懂的，但是就是有很多這些細節部分，我就是感覺它好像沒有表達清楚。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要看個人是不是喜歡這樣的風格啦。因為 for 我的話，我自己還是覺得盡量要表達清楚，就是含蓄內斂跟表達不清的這個之間這種界限，可能每一個人不一樣。但是我還是覺得這一整個片子是很值得去看的，它有很多的那種很美很動人的地方，还是会给我一些感动。而且如果你是非常喜歡新海誠的風格的人呢，我覺得更加建議去看一看啊。我自己個人本身是蠻喜歡的，電車啊、回頭啊，這種非常美麗動人的這種情節，就是會有這些東西在裡面。就是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然後我們的第二部3.5分電影就是我們的 The Hobbit 的第一部電影。所以我會打開這個電影來看呢，是因為我覺得它是一個經典 ，right， 鼎鼎大名。所以我就覺得，我應該要去了解一下，去看一下嘛。我以前小時候好像也看過《Lord of the Ring》這些東西，所以我就覺得，那我就去看一下。然後它也是一個非常長的片子 ，OK， 它大概也是有整3個小時。我自己看完這個電影的整個感受，我會覺得說呢，它整體的這個美術啊、置景啊、畫面啊，還有它的音樂呢，我都非常喜歡的。故事的這個整體呢，我覺得也算 OK， 但我會覺得它裡面是不是有一些情節跟它的關係的這個處理有一點簡單，就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小說改編的一些刪減和處理導致這樣的問題。所以整體而言，我覺得這些處理並沒有讓我覺得滿意或者滿足，而且這個時長真的是太長了。其實我也不是說電影你不能非常的長，我只是覺得如果有這麼長的這個時長，有與之相應的這種豐富的內容作為支撐呢，會更加好。不過整體而言，它還是蠻不錯的，所以大家可以嘗試去看一下。然後剩下的3.5分的2部電影呢，是我們的《驚天魔盜團1》跟2。那這2部電影呢，應該都是我去重溫，就是我很久之前看過這個電影，但是因為上次看是很久之前了，所以記憶非常的模糊了，所以就拿出來再看多一次。那我覺得這個第一部呢，它的整個故事我覺得是蠻有驚喜的哦。然後它又是我覺得非常酷炫的魔術題材，然後它整個群像也是很不錯，就是幾個桀驁不馴的魔術師，他們怎麼樣合起伙來去幹一件大事，抵禦我的這個攻防啊，也是做的還是蠻不錯的。所以我在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整體而言呢是蠻享受的，然後我覺得也蠻精彩，所以我會給它到3.5分。那麼這個第二部呢，其實我覺得它原本分數大概是3分 ，OK， 這個0.5分是我加上去給它的。因為呢，其實我覺得它整體的這個故事，它的劇情呢，並沒有第一部那麼的精彩，也沒有那麼有趣。但是我覺得這個第二部它的這個整個這個魔術的呈現，還有那個視覺效果，哇，非常的就是讓人很驚豔，然後讓人覺得哇這樣子。就是如果我們上網去找，就是個 Now You See Me 的這種各種酷炫的這種混剪，有一大半的這個素材都是從這個 Now You See Me 2拿出來的。比如說那個什麼讓雨水靜止，噴那個撲克牌哇掉下來，然後整個人不見掉，哇，就是非常的哇，它的這些地方都非常的出彩哦。所以我就覺得啊，這些東西讓我非常的哇開心 ，OK， 所以我就給它加這個0.5分。So 雖然它的劇情弱一點，但是我覺得就因為這個東西還是很值得一看的，就像當做你去看了一個魔術表演這樣。而且它裡面還有哈利波特跟周杰倫 ，OK，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看一下，蠻有意思的。好，那麼以上就是2025年我在家裡看的4分以下的電影，總共8部，剩下的其他4分以上的電影呢，都是一些非常棒、非常優秀的一些作品 ，OK， 裡面還有那種我看了之後覺得非常幸福的電影，我們會在下一期呢一次過盤完。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先訂閱一下我的頻道哦。好，那麼如果大家覺得今天這支影片還算不錯的話，可以在下面幫我點個讚。上一期的那個影片出來點讚，居然會有一個電影的小 logo 出來，我真的是很嚇到 ，OK， 大家可以測試一下，現在下面有沒有 OK。然後對接下來內容有興趣的朋友們，也不要忘記點關注、訂閱，然後把這支影片分享給所有你愛看電影的好朋友們。那麼我們下期再見。拜拜。